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呢，总统争夺大戏可谓是精彩纷呈啊，每天都是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我前面刚说了，特朗普正在奋起直追，在马斯克撒钱杀手锏使出了之后呢，特朗普呢逆风翻盘，眼看摇摆州拿下，这也让民主党顿觉大事不妙，民主党也开始拼了。除了老拜登之外，美国的前总统老卡特、克林顿也纷纷出张啊，奥巴马也不再避嫌，豁出命来去给哈里斯拉票。同时，诡异的一幕又发生了。我们看到多名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众爆料称啊，他们的投票投的是特朗普，但选票打出来之后却变成了哈里斯。看来呀，关键时刻，美国的投票机制又开始了派上用场了。美国民主党又要故技重施了。要知道，就在2020年，特朗普和老拜登焦灼的时候，特朗普呢当时领先，后来没想到拜登的选票一夜之间突然大幅领先，尤其是大量邮寄选票，一边倒的都是拜登，甚至连去世2个月的死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选票上。这也是特朗普一直不承认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并且其支持者直接占领了白宫的原因。恰在此时，美国又一个重要的力量站出来了，公开反对特朗普入驻白宫，包括美国前参谋长联合会主席米利以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在内的数百名美国退役现役的高级军官集体发声，反对特朗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我的天哪，这个时候就开始公开站队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是唯一一个在任时没有发动战争的美国总统，而老拜登上任之后，美国的军事巨头生产武器生产线都快踩冒烟了，可以说赚的也是盆满钵满，大发横财啊。特朗普声称上任周第一时间要叫停俄乌战争，并且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就等于直接斩断了美国的军事巨头们的生财之路。眼看特朗普已经开始赶超哈里斯，这些军工巨头们开始集体坐不住了，也迫不及待的公开发声。不过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啊，中东局势硝烟弥漫的时候，这个特朗普公开怂恿以色列总理对伊朗发动袭击，甚至呢鼓动内塔尼亚胡就是袭击伊朗核设施。你说这是不是公开挑事？一旦中东大战打响，美国不管愿不愿意都会被牵扯其中。那么对于本来就已经穷途末路的美国来说，只能加速帝国崩塌的步伐。这要是被人给砸了，你说这些军事巨头还谁的钱呢？还有一点呢，这2天特朗普可能是为了表达对俄罗斯的强硬，甚至公开喊话俄罗斯，说他上任之后，如果俄罗斯到时候再不停火，美国国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展之战，直接摧毁莫斯科。这种疯狂的话都能说得出来，这也是让美国军方担心的，这些疯狂的事都干了，万一你上任了，你再把整个美国拖入了毁灭之中，那人家这些美国的军事巨头，人家想的是赚钱，可不是真想玩命，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军方高层站出来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反对。更精彩的是除了美国军方反对还有一股力量也在极力的阻止。大家都记得罗利岛事件，甚至连老拜登和希拉里等一干政要全都卷入其中。而特朗普宣布说他当选，那就立刻公开罗利岛的名单。这话一出，美国的顶级富豪们可是人心惶惶甚至有的富豪威胁说，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会移民出去。而同时动了美国军方的富豪的奶酪，那个特朗普要想入驻白宫，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抱团狙击的对象。尤其是特朗普选择逆风翻盘赶超哈里斯之时，特朗普也将自己置身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了。看着吧，这几日肯定会越来越热闹的。对此你们怎么看呢？